偷电犯法。开考前10分钟开封，那些学生跑步冲刺的样子。农教标本，下面也是兔子的。国语发音引中之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毛片了。春节。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，在2015年，我国共有约24万所中小学，而最新2024年的统计数据，这一数字已降低至18万左右，短短9年间减少了约6万所，降幅高达25%，接近1/3。这反映出我国城乡资源和人口的剧烈变化。也许你的初中小学也消失在这6万所当中。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一所中学还遗留下了什么。有一股破败和新生混合在一起的感觉。这是不是能吃啊？这当地特产，不，这是桑葚，黑黑的，这可以吃。尝一尝，它什么味道？淡淡的甜味，很不错。不过这个会把牙齿搞黑，刷都刷不掉那种，要过好几天才会掉。2015年的时候还在开这里，现在这是教学楼下面的大堂嘛，或者大厅之类的，现在成这样子了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光线也比较充足，适合拍胶片。这个是我平时拍的卷，全能400。胶卷儿，这年头胶卷越来越贵了，因为贸易战，妈的该死！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胶卷这个东西怎么装上去，然后拍出来的。首先呢，检查一下这个相机，打开片仓，没有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把它给装进去了，这边放进去，然后把它给拿过来一点，这个片头卡进去一点，卡到这里面，卡进去一点，然后转它，这样就上的差不多了。前面2张因为曝光了，所以是废片。那么这样你就得到了一台可以拍摄的胶卷相机。洗手池，这里是食堂嘛？因为学校一般食堂附近才会见得有这种洗手池，或者厕所附近。这里面还是挺凉快的，因为栽了很多的树，百年树木，几年育人。怎么又看到这玩意儿？难道说这里又被灵异主播地上很多的灰？不是吧？这镜子很有年代感。最靠里边的这一排建筑，这边应该是职工宿舍，给老师配的，上面带着鱼线。这里也被灵异主播布置过，挺好看的。外面这窗户上贴了一些试卷，用来遮光的。这是一个生物的考试试卷，考生的名字姓张，张毅。人类的起源，类人猿，黑猩猩，古代的猴子，森林古猿。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答案，古代的猴子。李小璐，做头发这个人，他的头发做的挺不错的。2014年的作息时间表，你们当初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和这个差不多？
这是寄宿制学校，得要住在这里。学校的风吹起来就是凉爽，可能那个时候还比较小，自由的时间很多，连风都是自由的。现在只有牛马的味道啊！靠，牛和马啊，怎么看什么都像牛马？哪种避孕方式对你最合适？啊？95生殖健康系列篇，国家出版社。那个时候都是教你怎么避孕，现在都是在催生孩子呀。这应该是以前的电表箱，投电犯法。我靠，投电表不犯法是吧？地上好多的磁带啊，看一看当时的娱乐有什么花活。影视区狂喜，沉默的羔羊，好片子。这壳子还是金属的。女人万岁，还获得过奥斯卡。但是这下面这个标题不是离婚的人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哎呀，看来我的阅片量不行，我不知道。刺激1998，不错。哎呀，影视区 UP 主来了这里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不能没有你。暴君焚晨怒，出水芙蓉 VCD， 白奶奶醉酒，阴阳路之升官发财，这一看就是恐怖片，献给天下有情人，挺正常的，这个封面不正常。海蒂，这不是那个治愈系的治愈的片子吗？好吧，我看的是电影版，这个没看过。先天大残酷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没听过。女人香，这不是十香文女人吗？当时的翻译和现在不一样哎，它竟然叫女人香。铁达尼号，这应该是泰坦尼克号。7年之痒，古惑仔之猛龙过江，这个当时可是被那个年代的青少年所追捧。当时他的娱乐活动也是挺丰富的。战争与和平，妥妥的影视区 UP 主。这是玉海风情画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国语发音，影中之王。我靠，国粤语对白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毛片了，不得了不得了！它不仅电影看得多，这个阅片量极为丰富。小花语，这什么啊？我靠，这什么？前面我还在夸他，看的都是一些正经电影。徐锦江，这探秘记者，哇，这台湾吃女人妻围城国语版全球精选，全是无码的，这还是高清对战版，这小子不得了。我只能说，娱乐生活很丰富，好吧？纯洁。当老师，当老师也看这些，这老师不太正经。不对，应该说人之常情，人之常情。怎么能说人家不正经呢？人之常情。这个是，这是听力考试的磁带，在开考前10分钟开封。哇，很新哦。初中英语听力测试带，要不回去再考一遍？这边应该正常很多，没看到有什么比较特别出挑的。PSS， 这不是胶卷吗？135的胶卷，这个牌子的胶卷我没见过哎。公园，它不是柯达，也不是富士，更不是乐凯。上个世纪在数码没有普及之前，大家拍照都是用胶卷的。
哇，这里好多胶卷啊！这都是胶卷的包装盒。这是个摄影大师啊！我靠，这已经是洗好的胶卷了。这个是负片。如果想要看到正像的话，它还要经过一道工序。拍的都是人哎，我怎么感觉这一代拍的是证件照之类的？这可能拍的是证件照。看这个胶卷里面拍的是这个学校当时的运动会，那些学生跑步的样子。这个人他冲刺的时候没有穿衣服。这个老师当时是竖拍的，看到没有？现在还能清晰的看到里面的成像。这种就是实体照片的意义了，它会一直保存在这个胶片上面，直到这个胶片过期了，或者说被自然环境腐坏导致看不到上面的成像。这显影罐，这间的老师他是自己拍，然后自己冲，可以哦。里面结构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需要把胶片卷到这个中间，然后盖上，走这里把显影液加进去，去给它化学反应。这个老师一看就正经，和那个有电影爱好的为人师表，那个收集电影的不对劲啊。说不定也是学术研究，他肯定是在学术研究。对，没错，绝对是学术研究。电影也是一种艺术。学习态度不错。这里应该是食堂，这应该是食堂。桑葚，又看到了桑葚。对，挺好吃的，不能吃太多，不然牙齿会变黑的。这样你一说话，别人就看出了你的破绽。哇，但它味道挺不错的，我靠。挺不错的。这里像是宿舍，洗手台，然后坑，这里像是宿舍。这宿舍挺大的，地上还有一只兔子的鞋子，这应该是女生宿舍。然后这两边的话是学生们用来放私人物品的储物柜。这边也是，都是一样的结构。女士的鞋子。这边被附近的村民用来晒柴火了都。这柴火劈得好整齐啊！这里基本上都空了。上面竟然还有一些二次元的画，这个视角挺有夏天的感觉的，是时候用上它了。我们去那边的教学楼看一下，这个熟悉了吧？初中的时候用来做实验的，就是教电路的串联和并联。声传播演示器，这些应该是用来展示体积公式的，就是用三角形啊、长方形还有半圆乘以它的周长，就可以得到体积了。哇，这是一个兔子的解剖体，这边是蚯蚓的解剖体，不过这个应该是放大过的，它原本不可能这么大吧？蚯蚓。鱼的，下面也是兔子的，这个是蟾蜍。还有松树的标本，这下面都是空瓶子，是做实验的时候拿过去用的。
这是一个农药标本，上面放着是各种农药，然后针对某些害虫啊或者疾病。毕竟湖南嘛，袁隆平他也是在这边搞水稻实验的，这边对农业会比较偏向于，里面应该有敌敌畏啊什么之类的。这边是很多的切片标本，水螅，然后下面是一些花蕊的模型，感觉这边都是和农业相关的知识。果然湖南是一个搞农业生产的大省。这些都是空的玻璃仪器。这边是人体结构，人体的一些结构模型。肾脏，这应该是男生的生殖系泌尿系统，那对应的这个应该是女生的泌尿系统。不对啊，下面这一部分呢？下面这部分呢？可能被某些人给拿走了。谁的大心脏啊？需要这么强大的心脏？音乐娱乐室，就像是做化学相关的东西，就有一个操作台嘛，然后化学物品从这个台子冲洗下去，最后做清洗用的。这怎么是音乐娱乐室呢？严禁入类，这应该是危险化学品。不过这些东西大部分应该都破了，然后挥发掉了。那个台子就是用来冲洗化学残留物的。教室，这里应该是多媒体教室，座位好小啊。以前上电脑课的时候，都是在下面玩纸牌啊，还有俄罗斯方块这些游戏。上面2层都是教室。校园霸凌如何自救？明确拒绝，勇敢发声，记录细节，保留证据，寻求帮助。可以录视频啊。这栋楼的话，就楼下有一些教具展示的，楼上2层都是教室。男女，想必读书的时候没人敢进这种地方。竟然是旱厕，那其实和男生那边是一样的，旱厕。冬天的时候屁股会有点冷。这些有点像小卖部，因为这里的房子比较小，然后下面还有这种窗户对开门的，就学生和里面的人沟通，然后这里拿换东西。还有神秘学生饮料，清爽拍黄瓜，生产日期2014年。这就是拍黄瓜了，一股味儿。瓜子，哇，白沙烟，重点是它没有开哦，全新的，不知道里面的受潮情况怎么样。哇，新的，在这里。抽不了了，都已经受潮了。这些红尘来去一场梦啊！这些墙上有一些当时住在这里的人的留言。友谊永存。在这里，我们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友情。认真学习，考上大学。这条过道上，以前早自习和晚自习的时候，应该挺多人在这里跑来跑去的。
安省1999年初中毕业会考英语第一大题听力测试，现在开始。听力材料以中速朗读2遍。